警察震惊地发现，女人在被强暴虐待后，又被胶带封住口鼻憋死。然而更令人气愤的是，他10岁的小女儿也是同样遭遇，简直是灭绝人性。而就在这时，泰勒突然有了发现，小女儿手里竟然握有东西，很可能是线索。可由于尸体已经僵硬，警察费了好大劲才将东西拽出来，居然是一枚十字架。难道凶手是教徒？不料这时一旁的巡警发现了一副相片，证实十字架其实是母亲的。这说明女儿死前想拉她母亲，结果却抓住了项链。也许这给了她一些安慰。随后经过现场勘查，警察推断作案的应该是熟人。虽然孩子阴道所受的伤害要严重些，但那是因为他处于性成熟前期的缘故。所以凶手对待2名受害人同样变态，并没有区分主次目标，而且事后还用漂白剂擦拭过，没留下体液。这样看来他肯定不是个新手。而这时泰勒又发现了妈妈盖比的工资单，于是警察决定先从他的公司查起。据领导介绍，盖比并不是全职工，挣的工资不多，他的女儿治病又需要花钱，所以经常入不敷出，因此公司借给了他小额贷。可奇怪的是，他每次都能准时还清。警察当然疑惑盖比是怎么筹到钱的，不料领导称盖比曾说他的房东经常主动在房租上打折，那不用说肯定是房东对盖比有想法呗。警察一眼就看穿他想让盖比用身体抵房租，不料房东竟狡辩在美国这叫回报，并且坚称盖比并没有答应，所以这不算犯规。但警察可不惯着他，接着就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真理。房东这才老实交代，其实盖比找了个有钱的大款，听说是他们公司的老板，不料盖比的老板根本不承认和他有染，也没给过他钱。警察当然不信，然而老板是律师，深知警方没有证据就不能把他怎么样，于是拒绝配合。可警察也不是吃素的，对付这种人他们有的是手段。当老板在愉快地打网球之际，他们对着广播开始了喊话。No chance of us finding your semen on any of your clothing? 一听这话，老板当即就毛了，赶紧跑了回来，坦白只在办公室和盖比发生过一次关系。可房东看见你出现在他的公寓，事已至此，老板不得不承认，那次是和他们母女一起去野餐，结果却并不美好，因为盖比女儿和朋友投喂了一个流浪汉，还称流浪汉是朋友，所以野餐就草草结束了。于是流浪汉又成了目标嫌疑人。随后俩人在女儿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公园流浪汉藏身处。果然在纸箱里发现了一个邋遢的老头，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纸箱上贴满了新闻简报，竟全是关于性犯罪的，而且很多跟孩子有关的。这下老头的嫌疑可大了。殊不知老头的身份并不简单，然而面对警察的审讯，老头却是一言不发。警察顿时恼羞成怒，随即拿出了死者的照片给他看，逼他老实交代。哪知老头竟被吓得丝滑后退，显然已经认出了女孩，但也终于开口了，竟吞吞吐吐称这些简报会帮助我想起我是谁。警察顿时懵了，明显老头有些神志不清，于是只好先带他去医疗室。医生经过简单检查后，判断老头是得了老年痴呆，只能先把他关进笼子里了。同时电话公司也把盖比的通话记录送了过来，里面果然有线索。原来盖比贴了户外广告，在售卖女儿的自行车筹钱，这也等于告诉罪犯家里有个小女儿。 Maybe he called and got her on Sunday and asked to come see it. Normally cautious mom buzzes him into the building, unlocks her locks and welcomes him right in. He finds a beautiful woman and child all alone, attacks. 然而对方用的是公话，根本无法追踪。不过户外广告上可能有指纹，于是根据这个猜想，警察立即来到市场，找到了盖比张贴的那张广告。果然有2个电话条被撕走了，随即当场在上面采集起了指纹。不料还真找到了一枚，经过比对后，竟是一名性侵犯的。他17岁那年曾绑架强奸了一名女子。While his parents were out of town, Brent lured a 15-year-old girl to his apartment. Tied her up, raped and tortured her for 10 hours. She escaped naked, covered in bite marks. 不过因为是初犯，只坐了7年牢就出来了，所以他的嫌疑很大。警察当即决定马上去逮捕布伦。不料在经过笼子时，马奇警探竟震惊了，随后赶紧让人打开门。他冲到了那个流浪汉面前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叔叔，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而后再经过和养老院联系，才得知叔叔竟是从老家来看望马奇的，不知怎么就老年痴呆了，竟在外流浪了2个月。而他之所以收集性犯罪简报，因为只记得侄子好似与这有关。好在流浪期间遇到了盖比女儿，被他投喂的没饿死街头。不过马奇可不信叔叔得了老年痴呆，随后让专家黄博士诊断。黄博士果然不愧是高手，经过一番测试后，终于得出结论：叔叔真的不是老年痴呆，只是抑郁性假性痴呆而已，使用抗抑郁药物就能恢复。得知这个消息后，马奇终于放心了，这才专心审理起了早就抓来的布伦。而布伦当然不认罪了，于是警察展示了那张广告。起初布伦不承认见过，可当警察说出上面有你的指纹后，他立即装作恍然大明白，谎称是在看其他广告时可能不小心碰到了，一番应对稳如老狗。即使警方拿出了他当年伤害的第1名女孩，布伦仍是坚称是被冤枉的，我俩是自愿发生关系的。至此警察也没话说了，而布伦也自以为占了上风，挑衅般的嚼起了口香糖。殊不知这都是警察设计好的，桌上放口香糖的目的就是要取得他的齿痕。
法医随即拍下了照片，与盖比乳房上的咬痕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有3颗吻合，这就可以证明盖比是凶手了，足够起诉了。于是几天后，法医就坐上了证人席。可律师质疑死者身上的咬痕都被割开了，你是怎么做的比对？法医表示是拍了照片后用软件进行的还原。不料律师当即抓住焦点，攻击法医是在伪造照片，创造证据。可谁知就在这时，已经服药恢复的马奇叔叔突然发难，指责律师是在说谎，大喊一定要严判布伦这个恶魔。原来是抗抑郁药又让他得了狂躁症。法官一看这么混乱，当即命令法警将暴怒的叔叔扔出法庭。然而此时谁也没想到，看似莽撞的叔叔最终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庭审结果也很快宣布了，最终布伦被判无罪，当庭释放。当然理由不是因为叔叔大闹法庭，而是唯一的咬痕证据被否定，只能重新找证据才能起诉。警察对此很是不服气，于是主动跑到布伦楼下，对他进行了24小时监视。很快就到了晚上，突然出现了可疑情况，一个女孩走向了布伦的公寓，很快就进到了他的屋子里。警察虽然担心女孩遇害，可目前啥事也没发生，他们也没理由闯进去。而随后2人就一起出门了，于是警察在后面紧紧跟随，一直来到地铁站后，看到2人在等地铁。接着他们分头行动，一左一右对布伦进行了监视。谁知这时意外发生了，叔叔不知怎么也找到了这里。警察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妙，可想阻止已然来不及了。叔叔竟突然将布伦推下了站台，等布伦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就这样，变态杀人魔被碾成了渣渣。叔叔也很高兴，终于惩治了坏人，只是吓得警察都想报警了。事后叔叔好似又有点痴呆了，马奇宽为他法院会因精神失常判你无罪的，没想到叔叔竟喊了 no。 他此刻竟无比清醒，他知道自己犯了罪，他要去勇于承担该有的责任。于是在向大家道别后，就去了他该去的地方。